朋友們，今天這個車會讓我有一種回到大學宿舍的感覺。我住上鋪，我的室友住下鋪，只不過呢，咱們這個宿舍它是移動的。咱们今天一起來看看想借 G9。其實想借 G9，它的定位是一輛全尺寸科技豪華硬派 SUV， 而且今天現場的這個布置就想給你傳達出一種很野、很向往自由的感覺。而且車身尺寸呢5377的車長，這個數據是包含了車尾那個小書包的數據。如果是不帶那個小書包的話，是5206，軸距是3160，而且很明顯它是一個短前懸的設計，所以這輛車也可以帶來很不錯的一個通過性。接着咱們再來看一些細節的設計上，比如說車頭這個可以發光的非常深邃的想借 logo， 然後邊上呢是2個小星環，裡面是搭載了双100万像素全彩智慧投影大燈。比如說你可以在你设置的时候设置一個專屬的迎賓的很尊貴的這種燈效，然後下面就是當你輔助駕駛開啟的時候，它亮起了一個圓環的小藍燈，這也是這個市面上第一次這樣的一個設計。然後裡面有這種布滿了星河點點的很深邃的效果，就原先你看到這種很精美、很深邃的視覺的設計，放在一輛硬派的 SUV 上，好像有那麼割裂。但是想借 G9跟你說，我也一樣可以做的完全的無縫衔接，毫無違和感。那今天我們身旁的這個車漆顏色呢，叫做墨嶺綠，它是一個比較呼應植物、比較呼應大自然的配色。當然，它還有曠野金、曜石黑，包括说极地灰，各種各樣的车身配色，可能在發布會現場還會給我們帶來一些驚喜。那我們今天把車漆顏色都放在這邊，看看哪個顏色你更加喜歡。那今天咱們這輛車呢，它是選裝了這個 AT 胎，比較呼應這輛車很野性的一個視覺效果。當然，如果說你是選擇那個曠野金的版本的話，我個人是比較推薦你可以搭配那個6芒星的大柄輪毂去呈現它的這個氣場。總之，不同的車漆配色，它也是給你提供了很多種輪毂樣式的選擇。另外就是在車身側邊，我個人是很喜歡這個在地柱上的一個大的 L 型的類似於鏡面的這種飾板放在這兒。你比如說，除了在視覺效果上會更加有辨識度以外呢，它這種類似於方盒子的造型，有的這樣的一個飾條，就會顯得有層次感一些，不會顯得很笨重。然後來到車尾這邊，你可以看到這個掛的小書包，但是呢，這個小書包它其實是一個儲物盒，不是備胎啊。但是我個人是覺得說，這輛車背了一個小書包之後，整個的這種立體感和豐富感確實會來得更強烈一些。然後車尾的這個星環尾燈也是跟大燈去相呼應的，也是有這個智駕的星環小藍燈。然後打開尾門之後，你除了可以收穫到一個裝載能力非常之誇張的後備箱容積之外呢，如果說你經常出去需要戶外的露營啊，出去自駕啊等等这些，你也可以去選裝一個尾門的這個廚房套件，在這邊它會有一個自帶的小桌板，然後有溫控的出水口，有花灑龍頭啊等等這些，出去玩就非常方便。接着咱們來掃一眼這個 G9的內飾啊，就它現在整個內飾的風格和咱們之前看到的鴻蒙智行旗下的很多車型都不一樣。就我前方的這塊12.3英寸的儀表屏，以及這個雙17.2英寸的中控屏，它被完全包裹在了一塊，也是比較呼應越野車想要的這種風格，不是之前完全屏幕裸露在外面的。以及說咱們今天是一個綠色的車漆，它整個車內也是跟車外去相呼應，做了一個雙拼色，包括說方向盤都是雙拼的，這個細節真的還挺漂亮。這個顏色飽和度拿的也還是挺恰到好處的。那我知道這個時候你們肯定會說，我出去玩、出去野的這種車型，我需要預留很多的物理按鍵。那其實 G9也給我們預留了很多，只是說它的這個位置會布局的比較分散一些。首先就是大家可能會不太在意到的頂棚這個位置，它給我們預留了4個按鍵。這個按鍵呢是可以根據你自己的需求自定義的去選擇的。比如說你現在可以去設置車門啊，或者說其他配置的開關。但是如果說你的車頂去外接了一些拓展口，比如說探照燈啊等等這些，你都是可以通過這個按鍵去實現它的。所以还是非常方便的，因为车顶它也给我们预留了8个 Link 接口以及2个电源接口，所以后面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另外就是你們看，在中央 IP 台这邊，它也是预留了这个5个物理按键，比如说像透明底盘呀，然後旅拍的功能啊，包括說車外喊話，以及說你收藏的自定義的功能，哎，這個現在就是車外喊話打開了，都可以在這邊去實現，也用到了這個巴黎丁紋。但是如果說是一些和越野強相關的功能，它是做的類似於這種推桿、拉桿這樣的一個物理按鍵處理在這邊，比如說像空懸的調節呀，以及說是掛鎖呀等等，這些都是在這邊。所以這樣的一些設計有層次感的這種區分，包括說你看上去也不會很眼花繚亂。中間的這個旋鈕呢，它是可以調節駕駛模式，而每次你調節完之後呢，屏幕上也會出現不同的這種動效。但是我想說的是，它中間的這個旋鈕是自帶一些阻尼的，而且是一個比較高級的帶一些回彈的這種手感。大家如果說有興趣的話，可以去感受一下。而且如果說你調節成了這個模式之後呢，你整個儀表屏上也會出現類似於你開飛機的那種各種各樣的俯仰角的這種傾斜啊，包括說指南針啊、扭矩的這種變化，你開起來也會更加的有情緒上的沉浸感一些。另外呢，就是在座椅的舒適度上，G9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集成式的座椅按摩。什麼意思呢？除了咱們正常知道的坐墊和靠背按摩之外，它這次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類似於那種筋膜槍一樣的高頻抖動的按摩，在你非常累的時候，給你提供一個很好的放鬆。這個是在主駕以及2排的腿托都是提供的。同時呢，你開車的時候的這個側翼支撐，它也提供了。所以在整個的舒適程度上，我覺得做了一個挺高的高度啊，不像是我們平時想象當中，哎呀，好像挺硬派啊、越野啊、出去玩這樣的車型總是硬邦邦這樣一個感覺了。咱們再來看2排，今天我們這輛車它是一個大5座的版本。那如果說你選擇大6座的話，車內最多是可以選4個零重力座椅的。那這樣的話，你就可以非常舒躺的躺在車內去休息了。那你現在看到大5座，其實整個車內的空間會來得極其的誇張。你比如說我的腿部空間不用給大家比劃了，因為靠背已經調到了 B 柱靠後了，我的腿部空間已經非常的寬裕，甚至說我的這個靠背也依舊是可以躺到一個很誇張的角度，其實可能比不上零重力的那種大角度，但是你可以躺在這邊也能夠得到一個很好的休憩。那麼在 G9的車內也給你提供了一個不太一樣的這個黑科技的功能，就是這個智能的調光隱私玻璃，它可以設置成，比如說當車外有人靠近的時候，這個隱私玻璃就會自動的去打開。除此之外，也給你一個物理性的手動的這個遮陽簾，隱私是完全到位的。同時我也發現，就是 G9的車內給你提供了盡可能多的儲物空間，比如說貫穿式的這種門板的儲物啊，椅背後面的這個儲物，在這個座椅中間，它也給你提供了一個進深還比較深的這個抽屜，包括說前面的這個冰箱，所以是盡可能的讓你的零碎的東西有地方可以放。接着就是這個非常有意思的車頂的這個頂棚，我們以車內的視角帶大家看一下啊，就你可以看到這個天窗打開之後呢，有2個這個蓋板，你把這個蓋板推開，就可以從車內站在這個2排的座椅上面上去的，就不用從車外爬上去。我覺得這個隱私性做的還是挺好。你比如說你真的是出去露營了，睡一宿覺，你也不至於說蓬頭垢面的從車外爬下來。我覺得這個做的還是挺不錯的。然後接下來帶你們上去看一下。來給大家看一下咱這個頂棚啊，就是你從車內爬上來之後呢，就可以把這個蓋板給蓋上，就形成了一個非常寬敞的大床。這邊呢還會有一個小的露營燈掛在這邊。那你現在看到這個形態呢，就是一個頂棚完全展開的狀態。那如果說我們把這個頂棚收起的話，它其實也是只會比這個車高出15厘米，所以你正常進出地庫是完全沒有問題的。而且我剛才也在這邊躺了一下，如果說你是一個1.8米身高的男生的話，躺在這邊完全沒有問題。所以躺2個人在這邊看星星也是一個非常愜意的感覺。當然，如果說你覺得想要一個比較隱私、比較封閉的感覺的話，你就把這個頂棚帳給完全拉起來，就是一個完全私密性的帳篷了。然後剛才呢也幫大家去打聽了一下，就你現在看到的這個車頂帳篷，你可以隨車一起買，你也可以買完這個G9之後覺得整個體驗還不錯，再單獨去買都沒有問題，因為它整個的拓展件是相通的，你可以通過剛才咱們提到的這個頂棚的這個幾個按鍵自定義的去選擇。但是我覺得這輛車非常打動我的一個細節是，它在車頂棚這邊去預留了一個毫米波的雷達，去做一個智能的防夾。如果說真的萬一有一個父母比較心大，小孩子還留在上面，你想去收起這個車頂頂棚的話，它這個毫米波雷達可以做到一個非常精準的防夾，這一點還是挺好的，非常安全。
最後咱们来聊聊這輛 G9 底盤那個部分啊。首先它是後橋有一個差速鎖的，另外呢它有一個800伏可斷開的這個穩定感。就比如說真的這輛車你去走到一些很極限的交叉軸這樣的一個路段，有一個車輪沒有附着力的時候，這輛車也會有一個非常穩定的通過能力，這個通過性還是非常在線的。以及說這輛 G9 它也是有双腔空懸，有雙發 CDC， 那這麼大尺寸的一輛車也給到了你這個後輪轉向，只不過呢它的這個後輪轉向的角度會來得更大，正負12度。所以我覺得綜合來看，這輛車想向你傳達的是，我大部分的用車場景都是要以舒適和靈活為主的，但是我要真的走到了一些荒郊野地，走到一些比較極限的路況啊、交叉軸這樣的情況的話，我的這個底盤的硬件也足夠去可以應付這樣的場景。那麼在動力部分呢，也毋庸置疑是雙電機4驅。那 G9 它也是分為增程和純電，增程也是帶來了2個版本啊，56度的電池和75度的電池，綜合續航可以來到1366公里。那如果是純電版本的話，是120度電池，純電續航可以來到700多公里。總之啊，咱們今天看完這輛車，從內到外它的一些可玩性、它的拓展性，包括說非常硬核的底盤的這個部分，有沒有覺得想帶它出去玩的這個衝動呢？